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9章，从另一个极端开始。罗伯特·奥德利在2月一个灰色的日子里，走在光秃秃、没有树荫的树林下，心里想着他刚刚发现的事情。我笔记本上的东西，他想，清楚地表明，在《泰晤士报》上报道的那个死去的女人和我叔叔家里的那个女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露西·格雷厄姆的故事在文森特夫人的学校门口戛然而止。露西是在1854年8月到达那里的。女教师和她的助手都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不记得她是从哪里来的。同样，他们完全不知道从她出生那天到她到学校那天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可能再发现更多关于米莱迪过去的事情了。如果我想遵守我对克拉拉·托尔博伊斯的承诺，我该怎么办？他继续走着，这个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笼罩着一层比冬日黄昏投在他脸上的阴影更深的阴影。他感到一种沉重的悲伤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占据了他的内心。我的责任，即使这让我感到痛苦，并把我一步步引向我所爱的家，给我的旅程带来毁灭和荒凉。他想，非常清楚。我必须从另一个极端开始，找出海伦·托尔博伊斯的真实故事，从乔治离开的那一刻到在文特诺墓地举行的葬礼那天。奥德利先生拦了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然后去了他的住处。他及时赶到无花果树庭院，给托尔博伊斯小姐写了几句话，并在6点之前把信寄到了圣马丁大教堂。这样我就能节省1天的时间。他一边想着，一边带着他那封简短的信件前往中央邮局。他写信给克拉拉·托尔博伊斯，让他告诉他乔治认识莫尔登中尉和他女儿的那个海边小镇的名字。尽管2个年轻人关系很好，但罗伯特·奥德利几乎不了解乔治在他短暂的婚姻生活中结交的朋友。自从乔治·托尔博伊斯在《泰晤士报》的专栏里读到他妻子的讣告那一刻起，罗伯特就避免谈论那段甜蜜的爱情故事，那段被如此残酷地结束的爱情故事，那段被一笔勾销的关系。那是一段多么痛苦的往事啊！那次离别给他带来了多么心酸的悔恨，在他等待他归来的时候，他一定受了多少苦啊！罗伯特·奥德利知道这一切，所以他对朋友对此事的沉默并不感到惊讶。两人都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痛苦的话题。罗伯特几乎不知道在那一年里他的朋友发生了什么，就好像他们没有一起住在圣殿区舒适的住所里一样。乔治在结婚不到1个月时写给他妹妹托尔博伊斯小姐的信是从哈罗盖特寄出的，因此罗伯特得出结论，这对年轻夫妇是在哈罗盖特度蜜月的。罗伯特·奥德利曾请求克拉拉·托尔博伊斯用电报回复他，以免耽误他承诺进行的调查。电报在第2天中午12点之前到达了无花果树庭院。海边小镇的名字是怀尔德恩西，约克郡。不到1个小时，奥德利先生已经到了国王十字车站，并买了一张下午1点45分出发前往怀尔德恩西的火车票。向北的旅行展现出一幅相当令人沮丧的景象，到处都是广阔荒凉的地区，平坦的草地和光秃秃的麦田，几乎看不到绿色的嫩芽。北方地区对这位年轻的律师来说很陌生，冬季广阔风景特有的孤独景象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然而，旅行的原因掩盖了那些他心不在焉地短暂观察到的景象。然后他便移开目光，专注于那个更阴沉的画面，那个经常出现在他不安的脑海中的画面，
火车到达赫尔终点站时，天已经黑了，但奥德利先生的旅程还没有结束。他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地被一群搬运工和那些旅客用来互相妨碍的各种行李推搡着，上了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将沿着支线把他带到怀尔德恩西，然后沿着北海行驶。离开赫尔半小时后，罗伯特感到咸咸的海风从一扇开着的窗户吹进来。1个小时后，火车停在一个看起来很忧郁的车站。车站建在一片沙地上，里面有2、3个看起来垂头丧气的职员。其中一人看到火车驶近，便使劲地敲响了铃。奥德利先生是唯一一个在那个令人沮丧的车站下车的乘客。火车开往更愉快的地方去了，还没等这位律师整理好思绪或拿起他的手提箱，他在一堆几乎没有照明的行李中费力的行李地找到了他。我想知道，在美洲最偏远地区的定居者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感到孤独？他一边想着，一边在黑暗中打量着周围。他叫住了一位车站的工作人员，指着手提箱：“你能把他带到最近的酒店吗？”他问道。“如果他们有空房间的话。”“当然。”那人笑了笑，把手提箱扛在肩上。“先生，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30个房间里睡觉。”他回答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很忙。”“这边请，先生。”工作人员打开了一扇木门。罗伯特·奥德利走到了一片宽阔的草地上，草地环绕着一座巨大的4方形建筑。这座建筑在冬夜里显得阴沉，它的黑暗只被2扇遥远而明亮的窗户打破。那窗户在黑暗中像2座灯塔一样闪烁着。“这是维多利亚酒店，先生。”工作人员说，“您不会相信，但是在夏天这里总是很多人。”从光秃秃的草地、空荡荡的木质阳台和酒店黑洞洞的窗户来看，很难相信这个地方在温暖的夏日阳光下会充满欢乐和寻求休憩的人们。然而，罗伯特·奥德利告诉自己，他愿意相信工作人员告诉他的一切。他跟着他来到酒店的一扇侧门，这扇门通向一个舒适的酒吧，在那里，地位较低的避暑游客可以尽情享用各种点心，而不必过于拘谨，而穿着白色背心的服务员则会在正门站岗。然而，在这个萧瑟的2月，几乎没有员工，是酒店的老板亲自领着罗伯特穿过一个摆满闪亮红木桌子和马毛垫子椅子的迷宫，他称之为茶室。奥德利先生坐在宽大的金属壁炉挡板旁，把抽筋的腿伸到壁炉前的地毯上。酒店老板则用拨火棍捅了捅那堆巨大的煤块，引燃了几股红色的煤块，引燃了几股红色的火焰。“如果您想要一个可以独处的房间，先生。”那人开口道。“不，谢谢。”罗伯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在这间房间里很好。如果您能给我拿1块羊排和1杯雪莉酒，我会很高兴。”“当然，先生。如果您能在准备我点的东西之前和我聊几分钟，我会更高兴。”“非常乐意，先生。”店主回答说，“这个时候我们很少有客人，所以我们很乐意和客人聊天。如果您想知道任何关于怀尔德恩西及其景点的事情，”他补充道，不经意间引用了一本他在温泉浴场酒吧里出售的小指南上的话，“您只需要……但我不想知道任何关于怀尔德恩西的事情。但我不想知道任何关于怀尔德恩西的事情。”罗伯特打断了滔滔不绝的店主说，“我只想问您一些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的人，
店主弯下腰，微笑着，仿佛表示如果奥德利要求，他愿意讲述这个海边小镇所有居民的生活。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罗伯特问道，同时拿出他的笔记本。您介意我记下您的回答吗？一点也不，先生，店主回答道，带着与这种庄重场合相称的得意洋洋的喜悦。我很乐意为您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是的，谢谢，罗伯特咕哝道，再次打断了店主。您在这里住了多久了？6年了，先生。从1853年开始。从1852年11月开始，先生。以前我在赫尔工作，这栋建筑是在那年10月建好的。您还记得一位名叫莫尔登的海军中尉吗？据我所知，他当时领着半薪。您是指莫尔登船长吗，先生？是的，他通常被称为莫尔登船长。那么，您还记得他吗？是的，先生。莫尔登船长是我们最好的客人之一。他过去常常在这间房间里消磨下午时光，虽然在那个时候，墙壁还是湿的。我们差不多1年后才贴上墙纸。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年轻的军官，这位军官在1852年的圣诞节带着他的团来到这里。他们在镇上结了婚，先生。他们在欧洲旅行了6个月，然后又回到了这里。但是，这位先生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1-2个星期就去了澳大利亚，并离开了他的妻子。事实上，这件事在怀尔德恩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先生。那位夫人，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托尔博伊斯夫人，罗伯茨说。没错，先生，她是托尔博伊斯夫人。怀尔德恩西的人们都很同情托尔博伊斯夫人，因为之后卡非常漂亮，而且举止迷人。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很敬重她。您能告诉我，莫尔登先生和他的女儿在托尔博伊斯先生离开他们后，在怀尔德恩西住了多久吗？罗伯特问道。不，先生，店主沉思片刻后回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莫尔登先生过去常常坐在这个客厅里，向其他人讲述他女儿所经历的可怕遭遇，以及那个他倾注了所有信任的年轻人是如何欺骗他的。但是我不记得在他离开怀尔德恩西之前过了多久。不过，我相信巴坎布夫人会告诉您的，先生。他精力充沛地补充道。巴坎布夫人。是的，巴坎布夫人是北小屋17号的房东，莫尔登先生和他的女儿就住在那里。她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有教养、慈祥的女士，先生。我相信她会告诉您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谢谢，明天我会拜访巴坎布夫人。等一下。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看到托尔博伊斯夫人，您能认出她吗？当然，先生。我会像认出我自己的女儿一样认出她。罗伯特·奥德利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巴坎布夫人的地址，独自吃了晚餐，喝了几杯雪莉酒，抽了一支雪茄，然后回到了他的房间。令他高兴的是，房间里已经生了火。由于过去2天他一直在旅行，他感到非常疲惫，很快就睡着了。然而，风在沙滩上凄凉的呜咽声和海浪在岸边单调的拍打声，并没有让他睡得很沉。另一方面，火车上那段悲伤的旅程给他带来的忧郁思绪，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并变成了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于地球上的事物的景象。
但这些景象却与罗伯特记忆中的事实有着某种联系。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梦中，他看到奥德利庄园被剥夺了，埃塞克斯郡翠绿的草地和浓密的树林，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凉的海岸边，任凭汹涌的大海冲击，那海浪似乎要吞噬他深爱的家园。当海浪逼近庄园时，罗伯特瞥见一张苍白的脸从银色的浪花中凝视着他。他知道那是他的夫人，他变成了一条美人鱼，并引诱他的叔叔走向毁灭。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外，出现了一团乌黑浓密的云，它下降到罗伯特的视野之内。但是，当他仔细审视那阴沉的地平线时，乌云渐渐开始消散，透过一个小小的裂口，射出一道光芒，照亮了可怕的海浪。海浪也随之慢慢退去，庄园安然无恙，依然稳固地矗立在岸边。罗伯特醒来时感到一种巨大的身体上的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整夜压在他身上的重负。他又睡着了，直到冬日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他才醒来。同时听到女服务员尖锐的声音在他门外宣布现在是早上8点半。在10点差1刻之前，他已经离开了维多利亚酒店，走在面朝大海的一排房子前的孤寂小路上。那排一模一样的4方形房子一直延伸到小港口，港口里停泊着2、3艘商船和2艘运煤船。港口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座阴沉的军营在冬日的天际线上显得灰冷。它与其余的房屋隔着一条狭窄的水湾，水湾上架着一座铁质吊桥。在灰色石头房屋和铅色大海构成的景色中，唯一的色彩是那个在军营墙壁两端2门大炮之间来回踱步的哨兵的猩红色外套。港口的一侧有一条长长的石质码头伸向波涛汹涌的大海，仿佛是为某个现代的提蒙建造的。这个提蒙厌恶人类，觉得怀尔德恩西的孤独还不够，渴望进一步远离他的同类。正是在这个码头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伴随着乐队的音乐，乔治·托尔伯伊斯遇到了他的妻子。正是在那里，这位年轻的骑兵少尉第一次陷入了那甜蜜的幻觉，那可怕的迷恋。这种迷恋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罗伯特愤怒地注视着这个孤寂而令人沮丧的港口。正是这样的地方，他想，让一个坚强的人变坏。他来到这里，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对女人一无所知，除了在花展或舞厅里见过的那些。他对女性世界的了解，就像对卫星或遥远行星的了解一样，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它们像一个穿着粉色或蓝色薄纱的疯狂陀螺，或者是一个为女贸商服务的优雅机器人。他来到像这样的地方，突然间，宇宙缩小到6英亩，万能的神圣计划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女帽盒。那些他曾见过在他周围飞舞的美丽而模糊的遥远生物，出现在他的眼前。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魔咒就开始起作用了。魔法圈包围了他，咒语开始生效，巫术的攻势发挥出全部力量，受害者逃脱的机会，就像东方故事里那个大理石腿的王子一样渺茫。罗伯特这样想着，来到了他们告诉他的房子。一位年老端庄的仆人立刻让他进去，并把他领进一个看起来和他一样端庄古老的客厅。巴坎布夫人，一位60岁左右的贵妇，正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她的膝上躺着一只毛发明显花白的梗犬。客厅里的每一件物品看起来都很古老，并且都体现出一种对舒适和平衡的追求，这反映出一种宁静的个性。我应该喜欢住在这里，
他想，看着灰色的海浪慢慢地拍打着灰色的沙滩，头顶是宁静的铅色天空。我应该喜欢住在这里，念着玫瑰经，忏悔，然后死去。他坐在巴坎布夫人面前的扶手椅上，把帽子放在地上。那只梗犬从女主人的膝上跳下来，开始对着帽子吠叫。先生，我想您是想租安静、达什其中一栋房子吧？巴坎布夫人例行公事般地说道。她在过去20年里一直沉浸在出租房子的单调工作中。罗伯特·奥德利解释了他来访的原因。我只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总结道。我想知道托尔博伊斯夫人离开怀尔德恩西的确切日期。维多利亚酒店的老板向我保证，您是最能提供我想要的信息的人。巴坎布夫人沉思了片刻。我记得莫尔登船长离开的那天，他说，因为他没有付我钱，我把一切都写了下来。但是就托尔博伊斯夫人而言，巴坎布夫人停顿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说道，您知道托尔博伊斯夫人突然离开了吗？他问道。我不知道。是的，她突然离开了。在她丈夫离开她之后，她试图通过教音乐来维持生计。他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我认为他弹得很好，但我猜想他父亲拿走了他的钱，并把它花在了酒吧里。不管怎样，一天晚上他们大吵了一架。第二天早上，托尔博伊斯夫人就离开了怀尔德恩西，把他的儿子留在了这里。他的儿子就住在附近。您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吗？恐怕我不知道，巴坎布夫人回答道。但是，等等，莫尔登船长在他女儿离开的那天给我写了信。他非常悲伤，他总是在遇到麻烦时来找我。如果我找到这封信，也许上面有日期，您觉得呢？奥德利先生告诉他，这是有可能的。巴坎布夫人走向放在窗户旁边的那张铺着绿色绒布的旧式红木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信件、收据、账单、清单和税务文件，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巴坎布夫人开始在这一片混乱中寻找莫尔登船长的信。奥德利先生耐心地等待着，看着灰色的云朵在灰色的天空中飘过，灰色的船只在灰色的海面上摇晃。大约10分钟后，在把所有的纸都卷起来又展开之后，巴坎布夫人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她说，而且里面还有一张托尔博伊斯夫人的便条。罗伯特·奥德利苍白的脸上泛起一阵明显的红晕，他伸出手去拿那封信。那个从我房间里的箱子里偷走海伦·莫尔登情书的人，本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他想，老中尉的信不是很长，但大部分的字都划了下划线。我慷慨的朋友，信的开头是右方括号。莫尔登先生在住在这所房子期间，曾滥用巴坎布夫人的慷慨。只有在受到收款人威胁时才支付房租。右方括号。我感到极度的绝望，我的女儿离开了我。您能想象我的感受吗？昨晚我们因为钱的问题吵架了。这个问题总是给我们带来不快。今天早上我发现她已经离开了。海伦把附上的这张便条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留给我。您那困惑和绝望的亨利·莫尔登，北小屋，1854年8月16日。托尔博伊斯夫人的便条更短，而且开头很突然。我已经厌倦了现在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找到一种新的生活。
我投身于这个世界，斩断所有将我与这个可憎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家和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我行为任性，令人厌烦，反复无常，请原谅我。您必须原谅我，因为您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您知道支配我生活的秘密。海伦·托尔博伊斯。这些话是用罗伯特·奥德利非常熟悉的笔记写的。他坐下来，久久地思考着海伦·托尔博伊斯的便条。最后2句话是什么意思？您必须原谅我，因为您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您知道支配我生活的秘密。他试图找到一个能帮助他解开这些话含义的线索，然而他不记得任何事情，也无法想象任何可以让他弄清楚的事情。根据莫尔登先生的信，海伦是在1854年8月16日离开的。汤克斯小姐告诉他，露西·格雷厄姆是在同年的8月17日或18日开始在克雷森特别墅的学校工作的。从海伦·托尔博伊斯离开约克郡那个海边小镇的那天，到露西·格雷厄姆到达布朗普顿学校的那天，不超过48小时。这个事实只是间接证据链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然而这是一个完美契合的环节。在他的女儿离开后，莫尔登先生收到过他的消息吗？罗伯特问道。我想是的，巴坎布夫人回答道。在那不幸的8月之后，我很少见到他。11月的时候，我不得不扣押他的东西，可怜的人，因为他欠了我15个月的房租。我唯一能把他赶出去的办法，就是卖掉他那点可怜的家具。尽管我好几次派收款人去找他，我们还是像好朋友一样分开了。莫尔登先生带着孩子去了伦敦，那孩子才1岁左右。巴坎布夫人已经告诉了他所有他知道的事情，罗伯特没有更多的问题了。他请求允许保留中尉的信和他女儿的便条，他把它们放在他的笔记本里，然后离开了。他直接回到酒店，询问了火车的时刻表。下午1点1刻有一趟开往伦敦的快车。罗伯特把他的行李送到车站，付了酒店的账单，然后在面朝大海的石头露台上踱来踱去，等待着火车的时间。我已经追溯了露西·格雷厄姆和海伦·托尔博伊斯的过去，直到他们的生活似乎融为一体的那一刻。他想，下一步是找出埋葬在文特诺墓地里的那个女人的故事。